好儿婿，别心急。这面纱是他的喜帕，这喜帕自然要本王亲手揭开才是。这就是穆王要纳的新妃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子，不怕娶回去不中意吗？花楼遴选的女子，从未出过差错。儿婿，你多虑了。此处鱼龙混杂，我再去检查一下。你做得很好，鱼儿们接上钩了。记住，从今日起你就是雀儿。穆王和云幻联手曾置你于死地，你的仇人齐聚穆王府。入府后，你便可设法离间此二人，坐山观虎斗，待他们两败俱伤，再杀云幻，除穆王。切记自保为上。梦里前尘记忆的轮廓，是谁点燃了烟火？纷纷扰扰世间，轮回辗转，爱恨难言。转身一别经年。我来还姑娘一样东西。是雀儿答应了。这可不是寻常的香囊，香囊内藏有剧毒，你想要做什么？我不想嫁他。所以你要谋害魏国门的夫君？雀儿平人脚下，没有办法。若不出此下策，又能如何呢？你这双眼睛，很像我一位故人。只有我的夫君才能为我歼灭。莫非将军敢与穆王作对？你不必这样委屈自己。今夜，穆王的命，就看他够不够硬了。花楼魁首出阁，请穆王殿下接面。是不是从未有男人见过你这张脸？阁主说，只有买下我的人，才能一睹真容。揭下面纱，你就是我的夫君了。为父早就等不及了。好儿婿，你看看这是谁呀？云幻哥哥，云幻哥哥，云幻哥哥。是天涯去日月是幸福。
雨。我叹息，花如雨，似水流年去。若时光忘却了怜惜。云欢哥哥，你我皆无路，我们一起敬拜天地，就当礼成了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，你是怀王的女儿？未来是烟雨，老去花落如泥，伤痕落入眼底。我轻恋过往，走入月光，情从初时我归来模样。青雀下了黄泉，我来世再聚。只要你娶了我的女儿，与我穆王府联手，天下何愁？我又何曾向往？我情恋忧伤，年年不忘。这个阴魂不散的贱人，竟敢在酒里下毒！待事情查明真相，再杀他也不迟。雀儿没有下毒，真的没有。那好，那你把这杯酒给我喝下去。雀儿喝了便是。瞧，这酒里真的没毒，刚才的白色粉末只不过是温酒过后的痕迹。事情越来越有意思了，云欢，依你之见，此人该如何处置啊？带回府中，细查身世。将军为何要如此对我呀？因为你这张脸犯了穆王的忌讳。既然你不想嫁人，为何不嫁人？因为雀儿遇见了将军，有将军做靠山，可想日后即便是入了穆王府，往后也能有所依仗。我听说虎口中有红痣的人，万事都能化险为夷，永保一生平安。
就尽早离开这里，否则今日这一切就是人间炼狱的开始。那不如你我联手，让穆王府改天换地，如何呀？我父王新招的狐狸精呢？出来！你已经不是怀王公主了，我父王怜惜你，留你一命，你现在就是我穆王府的贱种。今天我就要毁了你这张脸！从今往后，再也不会有人跟我抢夫君。这位是倾城郡主吧？我是你父王新纳入府的新妃。按照道理，他应该叫我一声小娘才是吧？这个女人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将军，快把她赶出去！你好好看清楚了，她脸上无伤，身上无痕，他们两个只是长得相像而已。我不管，将军，我不想见到他，让他滚！你是我夫君，你应该帮我。你不必拿着夫妻续命来压我，我们本就是契约婚姻，我从不爱你，更没有碰过你。人都是要懂得妥协的。是啊，这个死过一次的女人，她回来了。将军真的相信，这个阙夫人和怀王公主无关？不管是不是她，在这个暮气沉沉的王府里，总算是找到了一些生趣。我明白将军心里苦不堪言，当年是卑职失职。您记住，青雀与我有杀父之仇，他已经死了。而世界上没有比死人更为安全的身份。你说你是南疆人，我叫人做了点南疆菜，你尝尝。据说这是一道南疆名菜，其中有一种香料叫满天星。什么人将自己家乡特产的名字都叫错？雀儿不知犯了穆王什么忌讳，一张口就出错。阙夫人是南疆北苍河边长大的吧？正是。我戍边途中经过那里，的确是有人这么叫。哦，这糖糕不知道夫人吃的正宗还是不正宗啊？这糖糕，我问的是他，不是你。我们家乡那边的糖糕应该是清淡的，这个口味太重了。天下真是无奇不有啊！王爷，谁成想我有这等福德，哈儿血，你可不要嫉妒我呀！我是没有异议，只是倾城他……
不许父王娶这个狐狸精！你这个装神做鬼的女人，靠不撕破你的脸！啊！不得无礼，不得无礼，不得无礼！他这张脸，我从小就欺负到他，我偏就无礼了又如何？王爷，父王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你娶谁不好，你非要娶这个丧门星索命鬼，你不嫌恶心，我都嫌恶心。太没礼数了！她不仅是我娶进门的雀夫人，还是你的小娘。你居然为了这个狐狸精打我，这里容不下我，我走就是了。此处进出需要令牌，想来定是藏着什么机要。你不是南疆人，南疆无人叫他满天星。黄粱草，我故意叫错这个名字的，因为你只要帮我掩护过这一回，我们就是同一条绳子上的蚂蚱了。你和我，谁都跑不掉。你若是笨一些，我们合作会更加顺利。好啊，将军还给我的香囊还没用呢，我可不想被这个老匹夫霸着。这是花楼拿来的卖身契，雀夫人原籍南疆，父母俱在，都核验过了。雀夫人身份实属无辜。至于留与不留，全凭穆王决断。将军的心可真大呀！即便本王不介意，面对这张旧情人的脸，将军真的可以心如止水。我来见穆王殿下，你们凭什么不让我进？放他进来。今日本该是我与穆王大喜之日，先前与王爷闹了些许误会，却而不想王爷心有嫌隙，特意做了碗羹汤。那不如你为我喝。等一下，让将军先尝尝鲜。难道将军也要我亲手喂不成？混账东西，连个汤碗都端不住，本王要你有何用？这一巴掌要是打在雀夫人如花似玉的脸上，岂不是毁了穆王的良辰美景？有道理。新婚之夜，洞房花烛才最重要。雀儿，听从王爷发落。老匹夫，今夜你若敢来，我必将杀你。小宝贝儿，
开门，本王今夜要好好疼你。你当初兵不血刃地拿走我父怀王的一切荣光，本王来了。既如此，那就新仇旧恨一起算。我送你去给我王父谢罪。怎么是你？说说你私吞库银的下落，我且饶你一命。我是当朝宰相，皇上的伴父，杀我是要天下大乱的。你结党营私，谋害忠良，杀你100次也不为过。抓刺客！有刺客！今晚不会有人来饶你了。这是什么？明日你就要出征了，我听说虎口这里有弘志的人，万事都能化险为夷，永保一生平安。大丈夫心怀天下，安疆护土，守护苍生，九死无悔。那以后你保护天下，我保护你。梦里前尘记忆的轮廓，既如此，谁点燃了烟火？往事一言为定。来有过，梦过依旧在闪烁，纷纷扰扰世间，一言为定。轮回辗转爱恨。你说好的一言为定，你违背了你的誓言，既然你自投罗网，有刺客！各处加强戒备，兵分2路，给我搜！那边，那边！今夜你手里的刀，险些指错了方向。我只不过虚伪封神。你知不知道让穆王府犯忌讳的女人都有什么下场吗？我杀了她，你若是想活命，就赶紧离开这里。我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说我贪慕虚荣也好，贪图富贵也罢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没有想到你竟然如此胆色过人，既然你铁了心要这样，
穆王的剑，果然是一把好剑。本王昨夜就想找你比武来着，不知贤婿昨夜去哪儿了？听说昨夜穆王府发生了刺杀，我带人追查刺客去了，查了一整夜，已经锁定了一批淮军的流寇，虾兵蟹将，不成气候。好样的！昨夜没有什么事情，唯独是苦了我的小夫人，让她独守空房了。这洞房之礼呀，只能来日再补上喽。穆王，但说无妨，这里没外人。货到了，已着人安置在北城仓库了。好，带我去看看。穆王明明对将军有疑，却还要摆出一副任人唯亲的样子。这穆王府可真是人心叵测。所以你才要打起12分的精神，在这里稍有不慎，就是万丈深渊。将军，穆王因是新挪了一批国库库银，就在北城仓库。可将军你单枪匹马一个人，实在太危险了。我一人轻装上阵，万一有诈，好做转换。对了，去乱坟岗寻个无头尸，昨夜刺客一事，得有个交代。是。把货看牢，否则我唯你是问。卑职明白。真巧啊，云将军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我收到线索，一路追查刺客到此。刺客呢？你该不会想说逃跑了吧？廖师妹，师傅唤你去竹取幽谱找他。廖师妹，师傅，竹取幽谱。师妹不要太担忧，你刚来青谷天，不知那三圣山是师祖修炼禁地，才会擅自闯入的。师傅是不会因此怪罪于你的。快跟我走吧。青谷天、青谷山，这俩怎么这么像？三山科技的魏总你知道吧？他看了你青谷山的案子，觉得不错。你今天晚上连夜赶去青谷山，明天一早亲自去拜访他。廖师妹，算了，说多错多，先演着吧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世界？师傅，廖师妹带到了。好，长青徒儿，你先去忙就是。是，徒儿先行告退。那我……庭院徒儿，为何还不进来？让为师探查下你灵府情况。看来我这个身体姓廖名庭燕。
三圣山外的结界，果真是伤了你的灵符。灵符？那个是啥呀？灵府是一个人最隐秘的地方，神识、神思、神魂都在其中。说的什么啊？怎么都听不懂啊！若是伤了灵府，便会像你这样意识混沌，胡言乱语。既然你已忘却前尘，那为师便来告诉你，这里是青谷天庚辰仙府下40之宫的一个小门派。你已拜入我青谷天门下3月有余。这次叫你过来，是为师马上要带你出发，参加选拔。不是吧？这神仙世界怎么也还要卷啊？这你都忘了？庚辰仙府里辈分最高的那位师祖慈藏道君，马上就要结束500年的闭关了，所以师掌门和8大公主想挑选一些资质好的弟子进山，照顾师祖的日常起居，跟随师祖潜心修炼。你不必担心，我们青谷天不过是凑数罢了。那我就是个分母嘛。行，只要活着，什么都好说。慢点儿，师傅！徒儿莫要害怕。在你脚下，便是绵延8888里的庚辰仙府。开山至今已有几十万年。最初建立庚辰仙府的始祖，乃至后来每一代的掌权者，皆姓司马。如今，庚辰仙府的最后一位司马，便是这位即将出关的慈藏道君。哦，看来这位师祖在你们这里是那种说一不二的大人物啊。师祖自然是最德高望重的，整个庚辰仙府就是因为师祖才得以拥有充沛的灵气。至于师掌门，他是内府的掌权者，师是历代负责侍奉守护司马一族。而内府又分为8大宫，8大宫下面则有着我们这些小门派。咦，师傅，既然师祖已经出关了，他为什么不出来，还要选人进去啊？这个嘛，为师也不是很清楚。兴许是师祖喜爱清静，不愿出山吧。这里便是凤栖阁了，是8大宫公主和师掌门共商要事的地方。这不就是海选吗？不知道师祖喜欢什么样的弟子？师祖当然喜欢资质好、修为高的弟子啊。他们都展示什么才艺啊？莫要在意输赢，平常心应对就好。我心态好着呢，放心哈。为时不早了，你快进去吧。再等等，我都习惯了，踩点进来。干什么呀，冒冒失失的？哪个宫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继续。这位是哪一脉的师妹啊？你好，我是40之宫青谷天一脉的东阳真人门下的弟子。原来不是师妹，是师侄呀。哦，那见过师姑。您看着比我大好几百岁，您叫我声孙女我都能答应。你少奉承我，像你这种修为低等之人，居然同我们一同参加选拔。说出去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？天大的笑话，是不是啊？就是，没什么本事，就凭这脸生得好看。谢谢，你说话真好听。你说什么呢？就是谁夸你？
今日，各位公主们将从在场的众弟子中挑选100人，进山侍奉师祖，照顾师祖起居，伴其修行。选拔正式开始，众弟子只需静心盘坐，打开天灵，静候佳音。是。怎么打开天灵啊？在这里干坐着就行吗？我不是来凑数的吗？谁给我买出道位了？搞错了吧？我没有中选，这个3灵根的废物怎么选上了？我这个废物也想问呢。娘，师傅。庭燕徒儿，听闻你已经中选了，为师甚是欣慰，与有荣焉呐。我清谷天自开创以来，不是说好了我只是走个过场的吗？怎么就被选中了？你能不能跟上面反馈一下？我不想去，有的是人抢这个 offer。什么佛？总之，我愿意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可我们清谷天只是4师之宫下面一个小小的门派。能够入选已然是大幸了，哪有推辞的道理呀？再说了，这是师掌门和8大公主共同做下的决定，已经没有更改的余地了。怎么修仙世界也有这种职场压力啊？我只想当个美丽的废物，而且我对这什么都不了解。那万一我把这个师祖惹生气了，他不高兴了，我可担不了责。你也莫要担心，虽然为师也未曾见过那位慈藏道君。但听着道好，想来也是一个宽厚、慈和的长者。你若是无心侍奉祖宗，想来他也不会为难你的。3圣山灵气鼎盛，你此次前去，定能提升修为啊！哎呀，这种升职加薪对我一点诱惑力都没有，我只想好吃好喝，苟下去就好。恭喜师妹！恭喜师妹！恭喜廖师妹！简直光耀师门！这是师兄给你准备的贺礼。怎么听起来我成了全村人的希望啊？这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大。好了，散开！你们呀，莫要再给他压力了。庭燕徒儿，你能入选，已为我清谷天增色不少。毕竟，你也不是什么高修为的弟子，又不愿意侍奉师祖。想来要不了多久，他便会遣你回来。原来没有什么 KPI 啊？说什么呢？那也行。算了，反正现实是回不去了。暂时远离一下牛马生活，好像也还行。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啊？3圣山的神圣，岂是你一个普通3灵根能够领略的？此处曾飞升过3位圣人，自师祖慈藏道君闭关以后，此处已闭山500年，无人再进入过。听起来像是个隐藏大副本啊！
息怒。带我出来，你们都得死。不是，咱们这真的是一个正道的老祖宗吗？而不是魔域的。慈葬道君的刺，不是慈祥的刺吧？500年过去了，师祖竟然变得更加残暴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若不好好安抚师祖，庚辰仙府这延绵几十万年的大宗门，恐怕就要断送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了。师祖，弟子施千旅今日特携弟子百名进山，来侍奉师祖。进来。逆生，你是我所有弟子中最优秀的，天之宫的希望就放在你身上了。是，公主。这修仙世界的老板一发怒，员工就要流血吗？我还是不要去了。嗨，出发。哎，我东西不见了。东西掉哪儿了？哎，什么东西丢了？我帮你找啊。太客气了，我自己找就好。嘿嘿。啊！哦，哎呦，我肚子好痛，好痛啊，肚子。哎呀，晕了！哎呦，不行了，肚子上去再说。痛，真痛！行了，不疼了，我自己可以走。这祖宗的修炼环境这么恶劣的吗？还是说师祖修的是什么邪门歪道？师姑，这里有些吓人，我们还要往前走吗？公主进山之前交代过，这山中有结界，如果贸然离开的话，不仅会惹怒师祖，而且会被结界吞噬。你要是嫌活得太长，就先逃吧。行。前辈，且慢。前辈，我等弟子前来拜见师祖，初来乍到。还请前辈带路。跟上。还跟上？这破工作，我才不干！胆子真大。这些人也太勇了吧！出不去就跟着一条蛇走。还好这修仙世界没有打卡机，少我一个也不会被发现。啥呀？魔气，他竟是魔域之人。谁啊？我看到你了。真是不知死活。
太邪门了，还是回去吧。进去吧。恐怖片里最早死的都是落单的人，我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。这么高的塔，连个电梯都没有的吗？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参见师祖。参见师祖。这老祖宗的脚竟然保养得这么好。细皮嫩肉的，不知道脸是不是也这么嫩？100多岁的祖宗，竟然是个小白脸！你进来想做什么？弟子玉蓉蓉愿潜心侍奉师祖。撒谎！这祖宗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怎么脾气这么暴躁？
跟个地雷似的，一点就炸呀！你别过来呀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弟子婉玲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他不是婉玲师妹，他是谁？竟然有人敢冒充混入，他什么目的啊？他好像在看我。不是祖宗，你别看我呀！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我哪里胆子大了？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呀，祖宗！看着我。睁开眼睛看着我。现在还想耍心眼吗？冤枉啊，祖宗！灵火，都滚出去！滚！这师祖精神状态好像不太正常，简直是蠢发疯。我怀疑他找我们来，是给他的宠物蛇囤口粮的。现杀的比较新鲜。休得胡言！今日面见已毕，我们要找个地方先安顿一下，等待师祖的吩咐。走。这个天之宫的穆尼生以为自己是谁啊？人人都得听他的。我偏不。我们走这边。看来这几位宫斗选手都看不上我，啊，也好，不出头不冒尖，能苟一天是一天。啊，整整走了这么久，脚都感觉磨出水泡了。司马教在殿上竟会放过他，也不知他有何特殊之处。希望这个老祖宗没有开例会的习惯，不要再见我了，好痛！我来帮你吧。啊！一下子就不痛了，谢谢啊！我叫廖廷烨，你呢？我叫叶入灵。啊，入灵。怎么你也落单了呀？难道你跟我一样也是个摸鱼分子？摸鱼？他是在说魔域吗？摸鱼分子是哪个门派？就是不想照料那个老祖宗。我是阴之宫弟子，奉公主之命进山效力。哦，你为何不愿照料师祖？整个庚辰仙府都由师祖的灵气供养着，要是能得师祖青睐，修为必定大有增进，短短10日便可抵过自己苦修上千年呢。我没有那么大的愿望，我就想吃好睡好，能活着就行。那你接下来如何打算？我打算找个日照充足、午休的时候还能晒太阳的地方先住下来。你要跟我一起吗？不了。啊。你若是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可以来后殿找我。告辞。
谢谢。廖廷燕，廖廷燕已顺利进山，不愧是少公主，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。哼，我早已在她身上施下术法，选拔时可盗取灵气，神不知鬼不觉地顶替了那月初魂。好，等他将司马娇杀了，仙魔两界的屏障便会消失，我魔域之人再也不用困于这荒凉之地。届时，答应我的事，你可要说到做到。放心，司马娇一死，你便可得偿所愿。今日弟子才进山，便有命灯熄灭。以师祖这般心狠手辣、杀伐无情的性格，恐怕会……他会这样，也情有可原。500年前，司马师发疯火烧白鹿崖，毁去了整个司马一族。我和八大公赶到时，为时已晚。偌大家族，仅剩襁褓中的司马娇，而他偏偏是极为罕见的返祖血脉，已与灵火融为一体。因此，以血肉之躯供养灵火的责任，便落到了司马娇一人头上。此等血脉承载了无上的力量，但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。他生来就注定成为灵火的容器，灵魂与肉体一同煎熬，生不如死。他们为了流入这珍贵的血脉，施下封印和禁咒，令他无法自强，将他封在三圣山，一困就是500年，从出生起便被灭族。八大公也只想着将他利用殆尽，不封魔才怪。师祖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。再喝一口。师祖对我施加，尚且还能念及几分旧情，但那些被八大公送入山的弟子们，各怀鬼胎，恐怕难逃一死。他睁开眼睛看着我，为什么会让灵火躁动不安？冤枉啊，祖宗！他到底在谋划什么？他会是我所需之人吗？